公元322年，晋元帝永昌元年，大将军王敦向朝廷上书，怒斥受皇帝宠信的大臣刁协、刘伟等人是苍蝇，列数罪状，并以诛杀刘伟为名发兵建康。东晋立国以来第一次内战——王敦之乱正式爆发了。思前想后，辗转反侧睡不着的王敦，最终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要当曹操。但事实上，王敦之乱的准备工作却十分的不充分，甚至可以说起兵闹事儿只是王敦鲁莽之下的冲动之举。当王敦非常帅气的在武昌起兵的时候，在他的后方还有两股势力在虎视眈眈，一个是凉州刺史甘卓，一个是镇守襄州的乔王司马承。因此在王敦率兵奔赴建康的时候，他就率先派人前往凉州拉拢甘卓，邀请甘卓一同出兵。甘卓作为江南本地的豪族领袖和代表，面对司马睿从豪族手里剥夺流民和奴隶的举措，以及不满于朝廷中刁协、刘伟等人的课税之政，最初的选择是与王敦一同合兵进军建康。另外一方面，当王敦的使者也到达了襄州，见到乔王司马承的时候，司马承就知道自己迎来了最终的命运了。王敦的使者桓皮给司马承许诺，本次大将军起兵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击皇帝身边的奸臣刘伟，同时邀请司马承担任王敦大军的镇军司马。司马承知道这是王敦再次表演空手套白狼的游戏，试图通过政治欺诈把自己绑到他的军营里。他叹了口气，无奈地笑道：“看来我要交代在襄州了呀。襄州之前刚刚经历过了杜涛之乱，现在一片残破，还没有休养生息，根本经不起打仗。但捐躯赴国难，忠也；为王室而死，义也。忠义都有了，那还说什么呢？开干吧！”司马承回应王敦的是广发檄文，号召襄州官员豪族团结起来，共同起兵勤王，先杀王敦在襄州的势力代表，再顺江而下灭王敦。乔王府长史于亏、前丞相院于望、建昌太守王询、衡阳太守刘毅、冲陵令义雄等人共同响应司马承，纷纷起兵反抗王敦，准备顺流而上进行反扑。本来司马承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被王敦的使者迅速拿下，就已经是出人意料的节外生枝了。但是更惊骇的消息传来了，原本答应一同进军的甘卓，现在要散伙不干了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王敦非常震惊，也很惶恐。他不知道甘卓这是什么意思，是甘卓被皇帝司马睿拉拢到他那个阵营了，还是甘卓要取代自己自立的打算呢？亦或是甘卓正在试图用一闹来给自己要更多的筹码吗？无论如何，王敦都先做出了妥协的姿态。他派人去联络甘卓，说：“甘将军为什么跟之前说的不一样了呢？是不是怕我危害朝廷，伤害皇帝啊？我如今的举动真的只是为了驱逐奸臣而已。”但其实吧，王敦多虑了。甘卓决定突然停下脚步的原因非常简单，那就是他怂了。甘卓手下的参谋集团建议甘卓，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虚与委蛇，先表面上答应王敦，按兵不动，等到王敦真的开进了建康京师，如果是清君侧，那我们与他会合；如果是危害朝廷，那就直接顺江而下消灭王敦。坦白来说，参谋集团的意见很没有道德，但却又很务实。摆在甘卓面前的路似乎只有这么一条了，但甘卓却对这种反复无常的背叛和没有底线的横跳感到失望与悔恨。他说：“当年陈敏作乱，想要割据江南，我就是像你们说的那样，先委身陈敏，跟着他一起闹事儿。后来江南豪族集体反水，抛弃陈敏，我作为陈敏的盟友，最终却还是跟着豪族们一起把陈敏给卖了。人家都说我是反复横跳，小人立场，现在我要再这么对王敦，以后还怎么有脸见人呢？”甘卓的这一次突然改变立场，迫使王敦不得不停下脚步，这也成为了王敦之乱中第一次难得的战机。注意，是第一次，却不是唯一的一次。甘卓只是犹豫不定，立场不明，但是还有谈判和拉拢的余地的。对于王敦来说，最危险的是司马承，他是宗室王，他铁了心的要对抗王敦，而且已经在襄州斩杀了王敦的部分党羽。因此，面对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定时炸弹，王敦采取了不同的措施。面对司马承，王敦分出2万人马前去襄州，对司马承及其部属开展了猛烈的攻击；而对甘卓，王敦更多的则是谈判和拉拢。其实不仅王敦，乔王司马承也意识到甘卓是能够左右这次战事的一个关键变量，
因此，早在王敦的使者还没有到达凉州之前，司马城的人就已经前去游说甘卓了。我们就不去看那些君臣之道和大义名分之类的讨论了，直接看司马城给甘卓的方案。司马城建议甘卓说，王敦的兵力不多，带走打皇帝的大约2-3万人，留守在老巢武昌的兵力也就5000上下。现在您是朝廷命官，江南豪族，手里既有私兵又有公家军队，如果能顺江而下，直捣武昌，拔除王敦的老巢，这仗就算打赢了。王敦带着兵到了京师，如果没有武昌这个根据地了，江东群豪和朝廷里的大官也不会惯着他的，肯定会反扑。王敦自己的队伍听到武昌失守，也一定会溃散。有鉴于当权兵力和二人的地理位置的对比，乔王司马承带来的直捣武昌、切断王敦物资补给、断绝王敦退路的方案，实际上确实有扭转战局、扑灭王敦的可能。然而，听完司马承方案的甘卓继续犹豫不定。这时候，王敦的使者也来到了甘卓的军营。王敦派遣参军乐道荣前来游说甘卓，目的是跟乔王司马承一样，想把这支强劲的力量拉拢到自己阵营。但是，历史的黑色幽默就此开启了。作为王敦参军的乐道荣，按道理说应该是劝甘卓加入王敦阵营，结果一到甘卓的军营，乐道荣就建议甘卓起兵消灭王敦。乐道荣愤愤不平地说，虽然我在王敦手下任职多年，但我任的是朝廷的职位，不是什么王敦的职位。王敦说什么清君侧、杀刘伟，说来说去还不是要篡逆。最后，乐道荣也给甘卓抛出来一个方案，这个计划跟司马承的计划简直是如出一辙，建议甘卓迅速派兵顺江而下，攻占王敦大本营武昌，拔除老巢，切断物资，断其归路。此时的甘卓在听到两方面相同的建议之后，终于算是清醒过来了，义正言辞的表态说，乐道荣说的就是我的本意。由此，甘卓终于发动大军，开始往武昌方向进发。甘卓作为长江沿线最大的一股军事力量，其号召力确实是高。除了号令本部兵马作战之外，他还联合了巴东监军、南平太守、宜都太守等10余位地方长官，极大的动员了东晋的地方势力。随后，甘卓还派人前去建康京师，给皇帝陛下报告起兵事宜，又派人南下广州，邀请搬砖大师陶侃一同发兵勤王，又派人前往襄州，给乔王司马承报信儿，请正在遭受王敦进攻的司马承一定要坚持住。事实证明，甘卓的举兵还是很有效果的。收到消息之后，建康京师的皇宫里，大家信心大振。远在广州的陶侃派出精兵，准备穿过武夷山北上。而王敦的大本营武昌城内人心惶惶，风声鹤唳，官员将士四散逃离。按说，此时王敦的大军正在长江中游，上游有甘卓起兵，下游有皇帝任命戴渊、刘伟在严阵以待。王敦之乱似乎很快就要被上下夹击而烟消云散了。但就在这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，甘卓又闹出幺蛾子了。他的大军在星夜疾驰奔赴武昌，马上就能攻占王军据点的前一刻，突然停了下来。在距离武昌不到100里的朱口，甘卓的大军一停就是几10天。王敦本来夹在中游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甘卓突然停下的时候还很蒙圈，但看到甘卓日日夜夜就是不进军，就意识到甘卓又犯老毛病了，胆小犹豫，要给自己留后路。王敦意识到本次战事的第2个黑天鹅事件出现了，抓住甘卓犹豫的这个战机，王敦迅速动作起来。一方面，他疯狂派人前往甘卓军营，表明心迹，停战求和，务求甘卓不要再进军，甚至把甘卓的侄子都给送了回去，并捎信给甘卓表明姿态。这次起兵有违君臣之礼，以下犯上，我王敦自然知道，但我也是为了我们王家的门第富贵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希望甘大哥率兵返回，事成之后，我绝不计较。另外一方面，趁着甘卓犹豫而武昌还没有陷落的这个关键空档，王敦率军急速进军，只求在武昌被甘卓攻陷之前，自己能够率先攻陷京师建康。随后，王敦全力东进，放手一搏，猛攻猛打，杀向建康。